暗潭石窟藏玄话，斧凿石纹刻岁华。千古迷踪谁人解？凤凰山下起烟霞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在中国浙江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，那里的人们世代相传着一个关于无底潭的古老传说。村民们说，那些潭水深不可测，仿佛连接着另一个世界。真的有无底之潭吗？千百年来，没有人真正探寻过真相。直到有一天，几个年轻人打破了这份平静，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抽干潭水，水一天天减少，露出的不是预想中的宝藏，而是一扇通往地下的神秘入口。这座深藏地下的巨大石窟，如同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远古秘密，重见天日。没有历史记载，没有工具遗留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是谁建造了它，又为了什么目的。专家们穷尽一生也无法解开的谜团，比金字塔更神秘，比兵马俑更扑朔迷离。让我们一起拨开迷雾，探寻龙游石窟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。在浙江衢州龙游县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，据说这里的一些水潭深不见底，被称为无底潭，几代村民都这样认为。潭水养育着一方百姓，也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那是1992年，石岩背村村民吴阿乃一直对村里的一个水潭充满了好奇。这个水潭面积不大，只有区20平方米，却总是深不见底。当地人说，这水潭里住着水怪，谁也不敢轻易下去。吴阿乃不信邪，他听说水潭里有大鱼，便动了心思，何不把水抽干，抓几条大鱼，发一笔横财呢？他找到村里的另外3个年轻人，一合计，4个人凑了些钱，买来一台水泵。那是6月的一天，4个年轻人来到洗衣潭边，开始了抽水。他们本以为很快就能见底，可谁知水泵日夜不停地抽，水位却好像没什么变化。第1天没有效果，第2天依然如此，第3天潭水依旧深不见底。难道这无底潭真的深不可测？但4个人不甘心，他们又找来了4台水泵一起抽水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到了第9天，水面上终于露出了一行石基。这一下4个人都兴奋起来，难道水潭底下有什么东西？他们加快了抽水速度。又过了几天，2节巨大的鱼脊状石柱显露出来，这石柱造型奇特，像是某种神秘生物的骨骼。村民们更加好奇了，这水潭底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经过17天的艰苦抽水，潭水终于见底了。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什么水怪，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石室。黑黝黝的洞口仿佛张开的巨兽之口，深邃而神秘。这座埋藏了1000年的秘密，终于在几个年轻人的好奇心驱使下重见天日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水潭下，竟然隐藏着如此惊人的地下工程。消息传开，整个龙游县都沸腾了。专家们闻讯赶来，对这座石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。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地下洞穴群，在不足0.4平方公里的土丘上，分布着大大小小24个洞窟。这些洞窟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人工开凿的，每一个都巧夺天工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洞窟每一个都像是一座地下宫殿，它们的面积从1000到3000平方米不等，从矩形洞口垂直向下延伸，深度约30米。洞顶呈漏斗形，内部有2到5根粗大的石柱支撑，横截面均为熨斗状，需要几个人合抱才能围住。石柱与洞顶浑然一体，仿佛天然生成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洞顶、洞壁和石柱的表面无一例外地凿刻着细密的斜纹，这些斜纹排列整齐，一丝不苟。可以想象当时的工匠们花费了多少心血。这些斜纹并不是简单的装饰，而是开凿的痕迹，它们记录着古代工匠们辛勤劳作的场景，也展现了他们精湛的技艺。在已开发的1到5号洞中，每个洞窟都各有特色。1号窟面积最小，但入口处有马、羊、鸟的石刻画，
这些动物代表着什么，至今无人知晓。2号窟入口石壁上有很多不规则的凿痕，有人认为是象形文字正符。3号窟大体呈长方形，但东北角尚未挖掘。4号窟是其中最大的一间，面积约2000平方米。入口处有台阶蜿蜒而下，但台阶呈现奇怪的锯齿状。5号窟入口被大量土石遮挡，内部有矩形水池。这些石窟的建造需要开凿出近100万立方米的岩石，可以想象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。然而，如此巨大的地下工程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地方志里也没有提及，仿佛这些石窟是凭空出现的一般。是谁建造了这些石窟？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些石窟？这些石窟又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一个个谜团笼罩在龙游石窟之上。关于石窟的用途，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。有人认为这些石窟是古代的采石场，石匠们从洞口进入地下开采石料，用于建造房屋、桥梁等建筑。但这种说法存在很多疑点。首先，从内部采掘石料再运出去，效率极低。其次，如果是采石场，为何要在洞壁上刻上精美的楔纹？还有人认为，这些石窟是古代的墓葬群，古代帝王将相为了死后也能享受荣华富贵，会修建豪华的陵墓。这些石窟会不会就是某个王侯将相的墓穴？但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，因为在石窟内没有发现任何棺椁陪葬品，甚至连人类的骨骸都没有。石窟的建造者是谁，也同样是个谜。有人认为这些石窟是当地村民建造的，但如此巨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凭几个村民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。还有人认为这些石窟是皇帝下令建造的，古代帝王拥有强大的权力，可以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完成任何工程。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疑点。如果是皇帝下令建造，为何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？难道是皇帝想隐藏什么秘密？在龙游石窟中还隐藏着许多令人费解的细节。石窟内的楔纹凿痕整齐划一，一丝不苟。这些凿痕是如何形成的？古代工匠使用了什么工具？他们又是如何保证如此高的精确度？在以抽干水的石窟内只发现了马、鸟、鱼的图案，以及一尊无头石像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文物。挖掘出来的岩石又被运往何处？没有任何线索留下。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在其他无底潭里通常会有鱼类生存，但在抽干水的石窟内却没有任何鱼的踪迹。石窟的朝向为西南方向，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为什么选择在凤凰山下建造石窟？凤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，这和石窟的用途有什么联系吗？据资料记载，长屿一带也有大量古洞室，广东番禺莲花山是露天采石场，而浙江的龙游石窟却选择了地下。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事实：龙游石窟的建造者一定掌握了我们所不了解的技术。或许他们拥有某种特殊的测量工具，可以精确地控制石窟的尺寸和方向；或许他们掌握某种独特的照明技术，可以在黑暗的地下工作。这些疑问如同迷雾一般笼罩着龙游石窟，这些细节指向的可能是一个我们未知的古老中国的故事。